案的隐藏秘密，一说出口就出事。打电话我收工喽，然后滴都还是没人接，你到底去哪？你老实讲，他就说、没有啦，其实我就是去找我前女友的妈妈。不行，2008年的金融风暴，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啊，1000万嘛，这么多，现在知道了吗？不知道啊，到现在都还不知道。瞒着老婆这样做 ，Terry 却被打脸啦。我有一个长辈啦，就是他没有在上电视哦，但是他就自己有在研究一些风水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太太稍微盯紧一点，长智慧？他就说，你在上面那边有没有量的大概往上的有那个尺有没有几尺上面有那个数字？它叫文公尺。对，好，要盯那个葫芦。你有没有想要用什么方式让你自己长智慧？欢迎收看《女王大人》。喂，你们好。陈哥，怎么样，八妹？为了小妹我的婚姻幸福，是你这次一定要帮我。要我帮你什么忙呢？就昨天啊，我老公在对信用卡账单的时候，发现有一笔1万块的刷卡记录。你刷1万块，我买东西就是不想让老公发现嘛。什么东西啊？我情急之下，就是我说我是为了团购蒸拌面带电的钱。哎，陈哥，如果我老公跟你问起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说一下善意的谎言，求求你了。你只要告诉我你买了什么东西啊？就是几堂那个网络课程啊。活到老学到老啊，这个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课程呢？要背着老公偷偷上啊？忠诚度 up， 让老公爱到死去活来、欲仙欲死的超强御夫术。这个你也信？你疯了吗？我信。你信？哎，这是网络上疯抢的课程哎，又疯抢了，手脚不快一点就要等半年呢。那就半年嘛。我有顺便介绍给我身边的人妻朋友们哦。我老婆最近应该没有跟你保持联络。然后你在讲话。今天我们邀请到我老婆有跟你联络的。究竟他们和另一半之间都藏着哪些不能说的秘密？马上欢迎他们出场。侯昌明，欢迎张吉慧，哎呦 ，Harry，左手堂堂，欢迎陈丽婷姐，欢迎四位。侯昌明出来就光明正大，就你在躲躲藏藏。对呀，你在藏什么啊？配合我们的这个主题嘛，对，有时候是善意的谎言。夫妻之间总是要有秘密的吧？总是吗？难道不是吗？很多秘密哦。好，我们现在从这2个环节进行，好不好？好，来第一个环节，说好的没有秘密，另外一半背着我偷偷做的这件事。因为呢，我老公非常喜欢跑车，特别是超跑。那时候在15年前的时候，他也才刚刚开始，就是有在赚了一点可以慢慢存一点点的钱。那时候刚从 PUB 出来，然后是到小燕姐的唱片公司当制作人。风华，对，风华唱片那时候。那当时呢，我们有一台车呢，就是是德国的，就是 Golf， 就是比较不是像 GTI 对GTO。GTI 吧？哎，GTI 吗？GTO 是什么？GTO 是麻辣教师。对不起，毕竟你对跑车不熟啦。女生不懂。对 GTI 那台车，那当时呢有一天，就是他就说，哎 ，baby， 你要不要就是下来，我们晚上去吃饭？然后就说，哦，好啊，没有问题。哎，他说他已经快到了，2分钟叫我下楼，我就说好，那我就下楼。等了快10几分钟，不合理。为什么？会担心吧？车祸。对，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路上交通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没有，大概过2分钟，我想说，好吧，那我就打给他好了。然后我就打给他，就接起来，我说，哎，你在哪里？他说，哎，我已经到了，我以为你还在化妆，哎，我说没有啊，我已经到楼下了。他就说，你往前面看，左边，然后我就看左边，哎，然后他就把窗户摇下来，然后跑车，他换车了，就是双门的跑车这样子。双门跑车为什么会玻璃是用手摇的呢？你这怀疑这个没有加配备，好注意细节哦，加钱。你往左边看，然后他就把窗户摇下来，然后我就打开车，做音乐不好赚，他妈头也超低的，然后我就说，哎，你去哪里弄这台车？他说，这台车呢是我今天买的。
哇！然后我就跟他说，怎么你要把来龙去脉讲清楚？他说，因为呢，他觉得他想要换一台好一点的车，然后呢，他今天就去了二手车行，直接看到了这台车，然后他就觉得就是非买不可。那大概是什么车？哦，它是 B&W 的335，他说180万，在那时候335， 15年前45年前要看几年？看2年的车， 180几，二手如果2年车的话还可以。对，但那时候我其实是蛮生气的。为什么呢？是第一个，我觉得你才刚刚开始有一点，虽然我不用去负担这个车的钱，那我也知道这个是你喜欢的东西，但是我就觉得他应该要跟我商量。你还没有结婚呢，你还没结婚你管得着吗？没得商量啊。但我就觉得应该是要跟我说，而且毕竟是这么大条的金，已经论及婚嫁了吗？还对这是完全前提没有。好，对呀这样好不好？觉得实在不太需要商量的，请举手。什么？根本才在交往，因为还没有对啊除非说论及婚嫁你，们论及婚嫁另当别论。身份对身份不一样啦。但是我跟你住在一起呢，啊，住在一起可是同居还没有我已经跟你同居3年了呢。还是身份不一样啊。可是那他赚的没钱有任何啊，约束啊。对，我那很多人都一直这样同居了，最后也不见得结婚啊。对，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对他是一见钟情，我倒追他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会嫁给他。可是他可可他能不是不见得想说会你娶你啊现在是以。结果来看啊。我们怎么这么坏啊？好来，不要鼓噪，不要鼓噪，怎么了？在讲什么？你在笑什么对，不是，听起来都是齐慧自己一厢情愿嘛。而我觉得我会嫁给他，啊，她男朋友当时不见得认为他会娶她啊，对不对？对啊，只是觉得说，哎呦，这个妹自己贴上来，哇，还要跟我一起做，哦，我要惨跌，这说不定是这样的想法啊。原来男生你们男生不是，如果说他们论及婚嫁，说我们有一个结婚基金，好，我身上有多少钱？对，但我可能把这个结婚基金拿去买车，那你可能会震怒，这个我理解啊。可是他没有啊。但是因为我老公他是刚扣过来的，所以我不想要他就是一次，而且是180万，应该是我就是我们交往第2年、第3年，他花过最大一笔钱的时候。那请问一下，他花完180之后，他还有没有存款？有，因为他有跟银行贷款，哦，用贷款，是可以贷买款的。对，就是我也很开心你买车，但至少要惠之为一生，知惠为生。智慧，会租是什么？会租，慧珠就是碧珠姐的姐姐。哦，阿弟还要知惠为一生啊。改天介绍我们认识一下我的意思是这样，对，反而我们现在已经结婚第16年了，基本上他要干嘛我都不会过问，因那为结婚后他有没有曾经像这样子就没有跟你讨论，他又去花了一笔钱什么？没有，他反而都会自己跟我讨论。对嘛？那他很对好啊。对，比方说刚齐慧这个是还没论及婚嫁，但我们是已经结婚，然后也买房子，然后也有小孩了。哎呦，就让我第一次在婚姻之中，让我非常震怒、非常震怒的你不一件事情。是很容易震怒你用吗？震怒这两个字，没有很容易震怒啊，脾气很好的。对啊对你说他很容易震怒吗？他没有。他不是还对太太还是蛮严厉的吗？他对全家，他对自己都很严厉。对，他又不是只对他，对不对？对你用到震怒这两个字，因为应该是说，我们其实我知道齐慧刚讲的那个，就是我们都是很辛苦的，我们双方都很辛苦，因为美玲那时候当歌手，然后又当护士，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歌红人不红，也沉潜过一段时间，又在台北租房子好多年。那时候我离开模范棒棒糖的时候，又刚出来接通告，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我们结婚生小孩买房子是没有拿到半点家里面的资源。哎呦，确实，真的，包括我哇厉害买房子的头期款，都是我们这样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所以我结完婚、生完小孩，对于那时候对财务规划会非常的仔细。但因为其实全部人都没有预料到，我们会碰到世界都会碰到的难题叫疫情。对，那时候全部都停了。对全部都停，尤其我们这个表演的行业冲击非常大。对那因为我斜杠又是健身房，健身房就直接关门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我要很重新审视规划，把我们的财务都做一个简单的，就是再看一下，基本布置刷一下，然后大概我们有什么钱可以怎么挪用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调整。万一这个疫情延长这么久怎么办？结果我就看到那个本子哦，刷完之后我就不对哦，我发现那个罗美玲那个有一个费用叫电信费用，3万多块。哇，对，买手机电信费用3万多块，那是通话费吗？对，我想说不可能啊，然后我就想要我就想要算了，然后到第2个月一刷就3万多块，这样就6万多。对，诈骗吧，被诈骗这只手机6万多，蛮不便宜的哦。哦贵哦。然后我就跟刚刚巴玉想的一样，会不会被骗了？对，对，我就问他说，哎，这个电信费怎么这么贵？因为我知道说以前他们家比较辛苦，所以他们家大大小小兄弟姐妹的电信费是扣他的啦。他一个人带脚啊，
对。吃到饱也不会到这样。对，我想说一个吃到饱1000多，那你扣6个，顶多也不过是7、8千1万啊。对，怎么会到3万而且2个月。对，然后到第3个月又3万多，这除了定存，快10万了。对，快10万了，这不得了哎，不合理不合理。通信费哦。然后我那时候第2个月问他就没有答案了。对，可是我那时候那一定是跟强尼戴普有联络了，这一定是岳阳国际电话，有可能，有可能。然后我就那一天趁着小孩子睡着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坦白从宽，有商有量。”他才跟我讲说，他玩游戏氪金的点数把它花掉，每个月3万哎，对，就是玩游戏线上游戏因为我没有在玩手游，我没有在玩手游，我不懂。什么不少哎，道具啊，道具也不会花到这么多啊。有啦。他说他就是绑定嘛，一键一点下去就多少钱，一键一点下去就多少钱。根本不用认证，是不是？就是我点下去我就花了。对，因为他绑定，然后就是直接扣款。哇，好可怕！然后那时候我真的震怒啦，因为那3个月我们家是连那个补助3万块都请不下来的人。对，然后线上课程被他这样花掉了。对，然后我说在家里面零收入的状态，我们还有那时候老大，然后那时候要缴房贷。哦，他这个花不少。哇，我整个就是就动摇国本了那个。对，就是会真的压起来。我就那一次应该是第一次指名道姓，我说罗美，你给我脑袋放清楚一点。我就突然讲了很大声，这金额真的很大。然后半夜1点多，然后我妈，因为那时候我妈帮我带小孩，她就醒来了。对，他就出来问我说发生什么事情，我说没有啦，没事，妈你先去休息。哦，现在我妈知道了，眼睛放清楚一点，发生什么事？没什么事，对，不是神经病是吗？对呀，你吼到你妈吼起来了，把妈妈吼起来，然后说没事。你妈疯了吗？你妈？妈妈现在知道了。陈丽琴，你呢？哇，你抓到了阿福什么？就是之前我在拍戏的时候，然后他都会载我去片场，我就很开心，我就觉得有人载我去那里，我只要专心做好我的工作，然后我收工，他就会来接我，他当然很开心。对啊，然后有一次就是大概有2次吧，我收工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一直响的，一直响，没人接，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当时我很生气，我们是在那个南港的山上。我就一路就边打电话边走路这样，然后走下山这样。后来走到一半，他才说：“怎么你收工了？”我说：“对。”我说：“那你赶快来接我。”然后他就来接我啊。我就说：“你去哪里啦？”他就说：“哦，没有，我去找我一个朋友的妈妈，长辈嘛聊天。”我说：“哦 ，OK 啊，因为其实我知道他很喜欢跟长辈聊天。可是第2天我一样去那边拍戏，然后我就说：又打电话，我收工喽。然后都还是没人接。后来他终于又来了，终于接了电话，然后就来接我。然后我就说：“你去哪里啊？你也太夸张了吧！一次也就算了，第2次你还这样子，那你是不是很奇怪啊？”然后本来我不追问的，我就说：“你到底去哪？你老实讲。”他就说：“没有啦，其实我就是去找我那个朋友的妈妈嘛。”我说：“你干嘛一定要找朋友的妈妈啊？”他就说：“他就住附近。”我说：“到底是谁？”他说：“哦，好啦，前女友的妈妈。”啊！哇！我就说：“对，不行，是不是？”暴怒，对，已经结婚了。我那时候没有生气耶，我还想说，前女友的妈妈，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他说没有，因为他妈妈是一个什么算命师，他当时在帮他算命，然后他不好意思打断他，不好意思。这个命要分2天才能讲清楚。为什么不是士林夜市个鸟挂？不算就好。对啊，然后我有问他，他就说没有啊，他就在南港啊，我就经过我就看到，我想说跟他妈妈问个好这样，因为毕竟可是连续对，连续2次。他说我有问他，我说你怎么连续？他说因为我正好那2天都在南港拍戏。所以他就正好都经过那，所以他就正好过去他妈妈那边。我不接受，那么多正好。对，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觉得是不是我太大方还是怎么样？我虽然不是很生气，可是我觉得你要不要避嫌一下？这样感觉好像怪怪的，身份不对。对，然后我有问他，我说那你前女友在那里吗？他说有啊，他在旁边他在旁边滑电脑，然后上网，然后很不屑的看着他这样。我是说，那你还去？你不要去了啦。对啊。他说不屑，你就真的认为他不屑的看？
他怎么会想要上去看？侯昌明，你觉得一家的幸福和乐，这样去破坏他有什么意思呢？请问你，是，我忍不住。啊，真的他的前女友不屑的看他，就是不屑的看他，不屑，总不能说眼巴巴的望着他吧？那时候已经结婚了，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还没结婚，还没结婚。我不行，我也不能接受。是啊，可是我那时候当时没有很生气，好奇怪。应该没办法，也没办法，太好了。你的女友去前男友家去找他的爸爸或妈妈聊天，前男友也在，对，但他前男友只要不屑的看他，我就觉得 OK 啊。可是又不在现场。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说已经分手，我们大家会主动避嫌。避嫌不是只有前男女朋友，还有连他的家人，我们都会避掉，尽量避掉，这比较奇怪了。尽量避掉，但是偶一为之，探望也就算了，连续去2天比较怪。不是去人家约在外面聊个天也就算了，去人家家里连续2天我不行。有的时候啊，夫妻2个人他会有争执，抓到的点真的跟钱无关的时候，事情有时候也会更火冒三丈。你为什么边讲边折手？折手指哦，怎么会这样？哥，你在折手，我怎么会不自觉的？吓人了，你现在要干嘛啦？很少讲一个事情是摩拳擦掌，骨头折的。对，在家里我都对他低声下气，要出来之后我觉得有放风了哈。对。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去日本旅游，然后玩着，然后对哦，我要去那边办一个事情，买个什么东西哈。那爸爸就先离开，然后待会妈妈带你们哦，你们就我们饭店大厅会合，好，我们就讲好了，然后就离开了。会合之后呢，哎呦，奇怪了，我儿子 Ken 他突然就是很活泼，我想说，哎，刚刚妈妈好像带你们去哪里，他玩得不错。他说，哎，爸爸，你这样办得还好吗？很热情，特别殷勤，特别。平常不是这样，不合理，有一点不，他比平常的再多了好几%。好，那我觉得，哎，Ken你怎么是很想爸爸吧？我一开始这样想哈。你不是只是去买个东西吗？对，然后呢？打完招呼之后，哎，走啊，那我们走啊，我们回房间。哎，这个时候你看他走路哦，就这样。哎，爸爸，那个你刚刚买那个东西有买到吗？爸爸，然后就这样子。哎，我想，哎，怎么走路很浮浮的？哦，我就在想说，到底对啊，怎么回事？我说，哎姐，Ken怎么了？他说没有啊。然后你就看他没有。哦，亚兰 ，Ken。没有啊，没什么事啊。好，那这事就过了。过了之后，可是呢，我在心里面始终觉得奇怪，你们在瞒我什么的感觉？怪怪的。过了2天，我就问亚兰，哎，亚兰，那这 Ken 那一天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怎么嗨成这样？有点异常。对。啊，没有啦！哎呀，你不要想那么多嘛。好，你没关系，我跟你讲，反正无所谓，出国就是开心。我就顺着他的毛，我要套他的话。他说，啊，没有啦，就我买酒给他喝。我就说啊，他几岁？14岁。然后我说买酒给他喝。我说我为什么会不高兴的原因是在这里。有的时候，因为 Ken 哦，他就是他的个性，他很好奇，喜欢尝鲜。有一天呢，我在家里面，我跟朋友在喝酒，然后那红酒喝，说实在的，好喝当然还不错，但是刚开始喝酒我不会觉得好喝，对不对？因为它就是酒精味。Ken 喝了第一口说，他把我喝喝看，他说你喝。其实我的原因说你喝了之后，你就跟我讲说，哇，好难喝哦，我以后我不要喝了。这是我预期的答案。Ken 喝第一口说，蛮好喝的耶，蛮好喝的。我完了，我怕以后变酒鬼了，所以我就开始压。那时候品尝的时候多大？也就10几岁啊，国中啊，对啊，然后我就开始会压他，我叫他，哎 ，Ken， 不要乱喝哦。我说等你以后再说，我都会再压一下。那亚兰也知道我在压他，然后在出国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曾经 Ken 他主动跟我要求说，爸，我可以喝一点酒看看吗？就是那种调酒啦。然后我就说不行，我说你还年纪不到。我说你这个年纪喝了，万一你器官没有发展完成，我怕会有伤害。我就讲了一些这种义正言辞的词给他。好啦，结果亚兰就会开后门，他就会常常搞这种搞外挂。我已经讲了不要，然后他就后面当好人。比如说，有一天 Ken 就说，哎，爸爸，那个我还可以买一双什么篮球鞋吗？或者是布鞋什么？我说 Ken， 你要不要数看你有几双鞋了？那一数，哇，啪啪啪，1、2、3、4、5、6、7、8，啊，就很多双了。我说你蜈蚣吗？可以了。
不要再买了。好，然后在某一个周六，我去露营，雅兰就带着小孩出去玩，他没有料到我现在提早回家了。然后我在家里，我就在房间，门没关，然后我就在这边滑手机，然后他们就进门了，不晓得我已经回来了，然后我就听到杨澜说 ：“Ken， 你赶快拿去房间，不要被爸爸看到。”我说：“拜成，你不会先看一下我回来没有啊？”然后我就马上冲出去啦，我说：“什么东西呀？”然后他们就笑：“哎，你回来了。”我说：“对，买什么啊？就是我不给他买的布鞋。”雅兰就会开你就是黑脸，走后门，我是黑脸。背着老公去偷吃，陈丽琴大方坦诚。我很喜欢吃到饱，他就说哦不要，那他就觉得说你要多运动啊，去练瑜伽啦，或是去打球啊，他就说哇好棒好棒啊。可是我跟我的姐妹们，每次我们去练瑜伽，练到一半的时候，他说啊好饿哦，换衣服，然后就去吃。这个就是偷吃啊！偷吃。我是黑脸，因为我觉得我必须给正确的观念啊，你不能要什么我通通满足你，这不行啊。他就是搞这一种，所以很生气。有好好谈过吗？我谈过好几次啊，因为我都大声对他说：“雅兰，你不要老是这样搞好不好？”我说我在给孩子观念，你就一直在破坏这个观念。没有啊，这一双布鞋啊，布鞋又不会怎样。我说不是钱的问题。好，刚刚都讲别人对吧？是。这个地方就是个公平的殿堂，哎，我们要懂得自省，没错，对不对？怎么了？比如说人家瞒着你什么事情，你也会瞒着别人什么事情，哦，对，连他都说很正常，夫妻一定有秘密的嘛，一定是有的，对啊，那你那个秘密也可以。亲爱的，很抱歉，这个秘密我也没跟你说。我觉得我瞒的事情都是很小的，像是，哎呦，先讲这种，因为像我很喜欢吃到饱，你食量有这么大？我蛮爱吃的，其实对。哦，然后维持还不错。对啊。可是重点是我每次约我老公，我说我们一起去吃到饱好不好？听说有一家什么什么很好吃，他就说哦我不要，吃那么饱干嘛？然后我就说你去吃到饱，那你可以选择不要吃饱啊。他可以选吃不饱。对呀，特别花钱去吃不饱干什么？对，他就是这么讲。然后他就对于吃到饱，他就觉得很排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样。那他就觉得说你要多运动啊，人就是要反正就讲一大堆那种，我也听不太下去这样，真的。然后可是我都跟我朋友，我们就是大家约着说，我们去练瑜伽啦，或是去打球啊。他就说哇，好棒好棒哦，那加油加油这样子。然后他觉得运动很好。可是我跟我的姐妹们，每次我们去练瑜伽，练到一半的时候，她说好饿哦。我说对耶，我也好饿哦。然后我们就说，那不然我们要不要先离开？我们去。可以这样中途离开的吗？对啊，可以，我们就可以啊，我们就换一换，真的很贪吃，换一换，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偷吃啊，偷吃真的偷吃，去偷吃是真正的偷吃，然后我们就换衣服，然后就去吃，有时候我们会去吃什么火锅吃到饱啦，或者是饭店下午茶啦这样。然后有一次呢，我朋友就跟我说，我跟你讲，陈奕迅那个牛排出来了，快点，赶快现切牛排哦！我说好啊，就是冲第一，赶快冲过去这样，然后就好像一个人挡在前面这样，我就想说谁啊？然后看到那个鞋子好眼熟哦，然后抬头一看，就看到一个人，你怎么在这里呀？那他怎么在这？结果我就对，然后我说你怎么在这？然后他就说他带他就是他们学校他们公司有外国同事，他带他来吃饭。然后正好他说你不是去练瑜伽吗？瑜伽怎么在这里呀？从此以后我说我要去练瑜伽，他讲是去吃下午茶吧。这个还好啦，你的人格有污点，蛮可爱，对，蛮可爱的。各位当然可爱，可爱的一定讲在前面呢。来，不可告人的这段来了，来，没有不要康的，没有不要康啊，就是老夫老妻了，可能有一段时间就是。看对方久了就会觉得不顺眼，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常吵架。哎呦，差不多了哈。没有啦，怎么差不多了？监视了是不是？不是前女友那个都没有怎样了，对不对？哦，对，他就忍到现在啊。然后就是每一次成功吧。对啊，累积呀。什么啦？然后我们又每次吵架的时候，我就会夺门而出，然后我就哇，这么激烈。对，然后因为我要让他知道我真的很生气啊，然后我就不回家了，这样。
那去哪里？顺理成章去找小狼狗，你看看。去吃不是我，哎，我还对，有，这是其中一个行程。其实我是去住饭店，或者是去住三温暖，对。可是我要让他觉得我不是没地方可以去的，好吗？老公不管，男模会管。哎，也对，让他有这种危机意识。然后我有很多朋友都很欢迎我去住他们家，我要让他有这种感觉。哎，你夺门而出不回来，这样无声无息，你老公等你回家谈论吗？说不要这样。等你回家的时候，不会觉得很。他会打给我，可是我不接。不过你还好，你还懂得说要让自己享受舒服一点，去住饭店。我跟雅兰以前哦，我们的吵架，他也会夺门而出，一样打电话给他不接，找不到人。我知道他打给他妹妹，打给他谁，有没有在那里？通通没有。好，后来我才知道，他就只是坐在 Seven 的门口，然后自己在那边掉眼泪，要不然就跑去公园坐在那边自己这边哭，然后一直待到半夜2点。还有曾经没回来，对呀。那后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吵架归吵架，我说不能这样搞。对，我说你可以不理我，你可以进房间把门反锁，但是你不可以门关着，砰，人不见。我说你不知道你不在，你在发泄你自己，可是你把家里面的恐惧的那个气氛跟无限想象的空间留给了在房子里的人，所以我脑袋开始想说，哇塞，2点了，你人在哪里啊？你会有什么事情？你怎么？你知道吗？有很多这种画面，对，其实很恐怖啊。后来我们就再也不会这样。那可能令晴也分享一下那个三温暖在什么地方好了。你现在是提供雅兰另外一个地点吗？有一个温泉，可是昌明哥在劝和还是？他刚刚讲的就是在公园那个，我也曾经有过，就是我曾经就是也是夺门而出，然后在公园里，然后我发现喂蚊子，等我回家的时候，哇塞，已经不值得。对，然后我就还不如去三温暖，真的蚊子还吃饱费。是啊。我们这个故事聊到后来的结论是，还不如去三温暖。去的地方是三温暖。三温暖。瞒着老婆这样做 ，Terry 却被打脸了。我有一个长辈啦，就是他没有在上电视，但是他就自己有在研究一些风水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太太稍微盯紧一点，长智慧？然后说你在上面那边有没有量的大概往上的有那个尺有没有几尺上面有那个数字？它叫文公尺。对，好，要盯那个葫芦。你有没有想要用什么方式让你自己长智慧？我们这个故事聊到后来的结论是，还不如去三温暖。去的地方是三温暖。三温暖。还要讲的，连我都好奇在哪了。真的哦，女子三温暖安全。你也会夺门而出吗？我不会。对，不是每一个人嘛。因为我觉得我家很舒服，我为什么要走？我想想以后才想到，你讲雅兰，我就想想我老婆也有夺门而出过。有吗？房子登记在谁名下？我的。好 ，OK， 这就有差。我家房子也是在我名下，所以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反正这个家又不是我的家，这房子也不是我的房子。我讲生气不是你生气到一个节骨眼的时候，他会计较这种细微，对不对？女生，他们就啪就出去。那现在他名下有房子了吗？我要给他，他不要啊。他说你还完房贷再给我。好聪明啊！聪明，很聪明，我是聪明，辛苦了。我要买我这一间的时候，我说买你的名字。因为说我答应过你，除了可以给处，我以后偷偷买你的名字。他说我不要，我说干嘛不要啊？他说我不要了，好恐怖哦！你房贷那么高。我说嗨，你是白痴吗？那房贷高也高不过它的市价嘛。然后他说那你有一天不要我了，我还不出来，我不是完蛋了？那你更笨啊！你卖掉不就好？卖掉你还有一点钱可以拿回来啊！他说我不要，压力好大，我不要。我讲了5次都不要，这算，还是我的名字。哇！哦，原来把房贷贷高你不要还哦，还老婆就不要房子。不会，我还是要的。还是要吧？对呀。看人家好了。那个什么夺门啊、情绪勒索啊，这个情绪价值这个我们都没有。我是默默的骗他。所以要说骗他也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不要先给自己这种形象，先消毒。不，真的是一切都是为他好，也为了我们这个家好。你做了什么？因为我就买完房子之后，我每年其实我有一个长辈啦，就是他没有在上电视，但是他就自己有在研究一些风水啊、易经、玄学这样。然后有时候因为他知道我做这个行业，然后他长辈每年大概农历年前都会来我家看一看，说，今年大概什么要方位调一下啊，什么怎么用啊，那个方位什么不要注意一下，厕所今年要保持干净啊，对。
真的有帮助。你真的有帮助啊！都生3个了，怎么没有帮助？哦，他来帮你生的。没错，他没有帮我生。帮你。他是说，就是生3个是你们体力好，跟他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你这个猴年啊，你这个5月15号的时候一定要做。没有这个部分。算那么准。因为我太太神经真的比较大条，已经大条好几年了，现在又老3，然后我想说，每年都是这样改，就是让事业更好，财运更好，身体健康。然后我就好奇，我说叔叔有没有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太太稍微盯紧一点，长智慧？这可以弄智慧，就是稍微可以比较神经，别那么大条。哦，我就蛮迷信的。也许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会不会把老婆毒哑的比较快一点？没办法抱怨，没办法急。干嘛毒下自己老婆？不是什么喝符水什么没有，不是什么侵入式的都不是哦，而且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到底做了什么？他现在还没有发现。然后说要看我们家房间的那个床的那个位置嘛，然后后面有个梁柱或什么，然后说你在上面那边有没有量的，大概往上的有那个尺有没有？几尺上面有那个数字，它叫文公尺。对，好，然后对，好，然后他就说在那个位置要盯那个葫芦。你有没有想要用什么方式让你自己长智慧？有没有？我一直都在学习。然后男生一定要睡左边，左边的那个柱子上面要钉一颗葫芦，那个葫芦要就是木头的。然后右边那边是太太那边的柱子的那个旁边一样要钉一个葫芦，但那个葫芦要全部都是玉的，纯玉的，这样会长智慧。我就钉了啊。哦，结果有长智慧吗？大概从农历年长智齿，智拔掉了，大概长了一半了啦。大概农历年前处理这件事情，到现在还在观察中啊，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变。但你觉得他如果知道了会怎么样吗？就觉得你嫌他不够盯。这是有什么好瞒的？没有，就因为女生知道说你是不是又在嫌弃我了。可是我觉得还是要隐瞒呢，因为这样多奇怪啊，感觉好像是我今天拿了一个符咒，然后放在那个老公的枕头底下。对，这也不应该跟他讲。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主动发现这边有钉葫芦，表示他真的变谨慎了。他当然会看他又不是李炳辉。You got it。不是他没有看到吗？那么明显，他怎么会看到？他这整天都是康康的。他如果有发现的话，不是，我没有讲你，罗美玲只是不在乎很多细节。对啊，对啦，不拘小节。对他怎么叫康康的？不是，他就是小事，就是都比较不会去在意。可不过他这样比较过得比较开心。可是你在意就好啦，你们这样互补不是很搭配的很好吗？没有，因为我就想说谨慎一点，就是只是为了孩子。来换你，你会讲一个什么？好，没问题。换你买车了是吧？不是，其实我会去学开车，也是因为了我老公，因为我是完全不喝酒的，我滴酒不沾，然后他都可能需要跟客人喝一点酒。那他其实也还蛮大方的，就是他有把他的车，就是平常例如说都会借给我开去工作什么的。然后我们的驻唱都是必须要就是135，然后会从台北，然后开车到桃园或者是中立去驻唱，驻唱唱到3、4点半夜才会再开车回到台北。对，那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家里是没有车位的，所以是必须得要路边找停车格。那时候呢，凌晨找不到了，凌晨。对啊，大家都停好了。对，所以那时候刚好就是我也是就在找停车格，然后找，然后绕到一条巷子，因为那边的天母的路我都基本上非常熟悉了，我就绕到那个巷子里面，想说，看一下哦，左右边都没有停车的位置，我就要拔谷嘛。然后我拔谷的时候呢，可能我那天太累了，一踩然后嘣，然后但是呢没有很大声，我想撞到什么东西了，而且有噼里啪啦的东西，我想应该我就往后面看一下，应该就一台车，然后应该还好，因为我也没有听到什么东西太掉落的声音，以为只是小小的碰一下。对，只是碰一下嘛。然后呢，隔天因为我公婆是跟我们住不一样的地方，我公公呢就突然到8楼找我，然后他就说：“齐慧啊，阿丽在冲啥？”我说：“哦，没有啊，我在吃早餐，在看电视。”他说：“楼下有警察要来找我。”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会警察突然要找我这件事情？”但我也忘了我昨天撞到了那个车。结果呢，我一下去，他说：“小姐，你昨天是不是有在旁边那条巷子，你有撞到车子？”然后我就说：“对耶，但是那个车有怎么样吗？”他说：“你呢，把那一台车前面的保险杆
撞歪掉下来之外。那个车子后面是一个类似那种红砖的墙，那个墙呢的那个墙壁整个剥落。你是你撞得很大力呀？我其实没有撞很大力耶，完全没有。然后呢，他就说你要不要撞到保险杆掉下来，瓷砖剥落，还没有很大力。对啊。不能说的秘密，侯昌明说溜嘴啦！身家都是压在股市里面，或者跟他讲说啊，他刚刚说他都没有讲。哎呦，你这个人真的很聪明哎，你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因为我今天敢讲，是因为我们家已经不装第4台，所以我就会讲。可是现在网络上很发达。那我的讲完了。你撞到保险杆掉下来，瓷砖剥落，还没有很大力啊。对啊，但不是整片脱，它就是有一些就是那个撞墙也烂烂的，也不能怪我。对，然后就是以呢，前比较老你是顶了人家的车，你是顶了人家的车子往后，对，车往后顶了一下墙，是人家的墙。对，是人家的墙，然后前面保险杆掉，然后我就跟那个北北说啊，北北不好意思，因为我昨天就是的确我有在找车位的时候，然后我不小心就是八库挡，然后我有撞到，那我以为是只是就是没有怎么样，那很抱歉我没有下车去看到底有没有就是撞到还干嘛这样，因为我以为没事，然后呢北北的人也很好，之后我就赔了5000块，然后就帮他修才5000块，就前面的保险杆，他是那种就是小货车。还好。修完，然后修完之后呢，我公公那时候都在旁边，结果我公公帮我隐瞒了这件事情，不让老公知道，没有让我老公知道，而且那时候是我跟我老公是还没求婚，也还没有结婚，然后我公公呢就在结婚之后的1年多，你公公在结婚啊？没有，我跟我老公结婚的1年多，在你们结婚重点，对，之后才跟我老公说这件事情。那你公公口风算紧的。对啊，对我公公对我超级好，我公婆也是。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呢，因为其实我平常呢算是非常非常喜欢就是追剧。然后呢，因为我那一阵子呢，就是有迷上一部超级好看的那个韩剧，然后我老公呢那一阵子就非常喜欢约我晚上出去吃饭，但是我都跟他说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然后你可不可以就是我觉得在家里吃好了这样子。他说你还好吗？你瞬间演不舒服，演的好传神哦。你刚刚咳嗽是演老公，你刚刚是演的，我在演我自己啊。我刚以为被呛到吧？没有，我是真的在演。好生动哦！不知道怎么了吧？我以为你是刚好你看你们的演技怎么跟人家比？哇，陈立淇，你看看，真的哇，你这个很像是吗？很像。所以我老公都被我骗啊。对啊，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鼻子还红嘞，真的超像哎，你1秒变成，因为我那阵子很常这样子，所以有磨练了一下戏剧这样。对。然后呢，那一阵子就是他只要约我出去吃饭，然后我就会说我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就是我想要在家，然后他就会就是叫外卖回来跟我们吃。但是因为呢，结婚之后，我跟我老公，然后特别是我婆婆，都会跟她的姐姐们出去吃饭。那因为那阵子就是我狂追剧，而且是突然，你知道吗？没有来由的，有好几部很厉害的剧，我就每天都追到快要早上。好伤哦。隔天就是要跟我公婆跟他们姐姐去吃早餐。结果呢，因为其实我公婆的姐姐呢，对我的外表基本上是了若指掌。我只要一有剪头发，或者是皮肤怎么样，或者是身材怎么样，他们就会说。但他们那一天呢，他就突然看着我说：“哎呦，齐慧啊，你的那面生奶安呢，然后就是觉得好像暗暗，然后皮肤很干这样子。啊，是不是那个龙龙对你不好，还是龙龙最近欺负你什么的？”然后我老公就觉得说。还是龙龙没给你吃饭？对我老公就会说根本不是，是他最近呢就是一直狂追剧，然后都不睡觉。我那时候呢熬夜，重新调整了我的生活，然后真的也认真的运动，然后认真的饮食控制。然后那时候呢，刚好我有就是一群就是非常会保养的一群的闺蜜姐妹。我那时候就问她说，如果就是像你们的话很忙，平常很忙，或者是追剧啊、熬夜，那有没有弄什么保养品可以就是急救你的肤况？她就说有啊，因为其实她有一群日本的女生朋友也特别的爱追剧，但是呢，她每次跟他们一起追剧之后呢，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隔天皮肤都还是可以这么的漂亮？没有影响，对，没有影响，然后很提亮这样子。那他问了这些日本女生朋友呢，因为在日本呢，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做胎盘保养，
对，那胎盘保养，对。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台湾呢有一间非常厉害的生技公司，然后他们的背后的团队呢是一个医学的一个团队，然后他有推荐呢，他这一款非常厉害的是呢，第一个它可以保湿。然后可以紧致，哇，可以 Q 弹，哇，可以提亮的胎盘保养。而且即便呢不上妆，你的皮肤都可以很漂亮，你远远的就可以看到我走过来。我今天有带来给大家分享。哇，怎么那么厉害啊？来看一看，介绍一下。佳佳，哎呦，这是我代言呐，对，影后代言的，就是我手上这瓶，它是浓度呢全新升级的，它是有58% 的精纯的胎盘素的激活原液。那它里面呢有非常重要的什么呢？黄金抗老成分。那特别是我刚刚说到的胎盘素，它里面呢是自然放牧，而且完全零污染的地方，是不是那个奶粉很多的那个纽西兰？厉害，纽西兰。然后呢，里面呢就是纽西兰的纯种马。然后呢，马的胎盘，对，马的胎盘。然后呢，这些马呢，它其实一年啊，它其实只能生1胎，然后它的一生大概呢只能生6到8胎。所以其实它们的胎盘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因为呢，像里面这一款呢，它里面呢有52% 的马胎盘，然后跟6% 的马脐带的萃取。然后另外呢，它里面呢是成分呢是采用日本的厚生省，它所就是认证的公司，有点像日本的食药署这样子。对，它是认证的，对，其实就是台湾的卫福部。卫福部啊。然后呢，它其实是采用独特的复合酵素工法萃取，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把最完整的有效的成分完完全全的保留起来。然后这边呢，我来示范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它好快就吸收了。对，你答对了。来，我们让导播也让现场的电视机朋友看一下。然后你用的时候呢，在它的后面，你可以有一个软软的一个按压的地方。然后呢，你可以从这边轻轻的按压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呢都不要对皮肤太大的拉扯，轻轻的画圆，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吸收力。来，让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左右手。你看，而且呢，你在推开的时候啊，会觉得，哎呦，天哪，它怎么吸收进去了？它吸收真的很快，对，吸收超快的，是不是很不错？而且它味道，我很喜欢它的香味，不黏不腻，不黏不腻。然后呢，它里面呢添加了 EGF 等5种的生长因子。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呢，它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技术，叫做微脂囊的包覆技术。微脂囊包覆技术是什么呢？是因为它呢非常贴近我们肌肤的结构，擦上去的保养品会怎么样？全部吸收到我们的皮肤里面。它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急救，或者是日常来保养，就是或者要结婚的前一天或当天就可以，密集的安瓶的那种感觉，安瓶的感觉。对对对，而且它完完全全就是可以用在医美术后保养的上面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一瓶呢小粉萃的胎盘原液，希望大家呢每一个人虽然追剧，但是还是可以保持着保湿、紧致、Q 弹以及提亮的好肌肤，分享给大家。谢谢齐慧的分享，谢谢你的推荐，太棒了！对，这么好的东西，锁定女王大人的粉丝团就有机会得到哦。这个秘密说不出口，侯昌明差点过不去。2008年的金融风暴，亚兰哲问我一句啊，到底亏了多少？或者跟他讲说啊，1000万啊。我觉得5000万跑不掉。我其实也快忧郁症啊。好了，不能说的秘密来到了最后一位了。侯昌明今天压轴压得很好。真的吗？来，但是我这个秘密不会太长，但是对家里的震撼却很大。雅兰姐已经知道了吗？啊？现在知道了吗？不知道啊。到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因为我今天敢讲，是因为我们家已经不装第4台，所以我就会讲。可是现在网络上很发达，除非你们发稿，我们一定会发稿的。哦，那我的讲完了。Terry， 等一下听一下什么叫动摇国本。2008年的金融风暴，那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我投资理财已经很久了，我从20几岁就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在股市呢，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很多的身家都是压在股市里面，让它尽量去生钱这件事情。但是起起伏伏不会永远只是赚钱。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跟雅兰在那个时候的户头里面，其实现金真的都是不多的。那我们就会斤斤计较，我都会记账，然后吃大餐吗？好了，这个月吃过一次好了，那我们下个月再吃，诸如此类的，我就去压制。好，那在2008年那一年金融风暴，真的没有想到，它就是一下子往下落塞，落得很凶，从9000多点就直接狂泻到3000多点。雷曼兄弟，嘿，那就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雅兰只是说：“那你赶快卖一卖啊，到时候再跌怎么办？”我说：“不会啊。”那时候我就看在股市很多的指标，比如说大部分的公司库藏股都已经开始实施了，那政府基金也是大力的护盘了，融资也大幅的降低了，就有很多的指标，你觉得它已经差不多要是底部了，但是你没有料到这个底部它就是深不可测，深不可测，就一直往下落到3000多点。那时候我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雅兰只问我一句：“啊，到底亏了多少？”那你知道雅兰这个人很超还呐，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啊，1000万啊。”然后他啊，那么多，亏了1000万，1000万叫安慰的数字哦。应该，那我今天5000万跑不到。他刚说他都没有讲。哎呦，你这个人真的很聪颖哎你。我觉得5000万跑不掉。跑不掉，对啊。我操，那你比我做餐饮亏的还多啊！但我不能讲啊，因为我知道以雅兰的个性，如果我把真实数字告诉他。那我觉得他的忧郁症会很厉害，承受不了。哇，那我们真的很拍谁？刚才我们为了一个月3万块，我们还能聊得跟真的一样啊？对，没有啦，不一样，不能这样讲啦，那是不同事情嘛。佩服。没有，那但是我其实也快忧郁症啊，但是我必须在他面前，我还是得要挺住啊，因为投资理财、家里的事情全部我在弄，多难得，他不会。所以我必须知道说，你要扛所有的责任。哦，我必须有责任，那压力超大的，必须。但是还好，就隔年他弹的速度，啪，1年我又弹回来了。哦，又弹回来哦。所以我就还好。每个人心中多少都会藏着一些不能说的秘密啊，夫妻之间的秘密就要更加谨慎拿捏分寸。最重要的是能够充分让对方知道你对他的爱跟尊重，这件事情比较重要。OK， 你们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拜拜。快订阅未来中国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